虚拟眼镜发明之后，警察们迎来了曙光。只要戴上眼镜，他们就能随时查看凶案现场，但这只相当于视频回放，不能和里面的人产生互动。这天，卢克正在里面调查一个溺死女人时，却突然看见了死去20年的妻子。虚拟眼镜竟因某种原因将20年前的时空和现在连接在了一起。而一番交流后，卢克还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：跑步时意外摔死的朱莉是被谋杀的，因为凶手作案后给她戴上了一个珍珠戒指。这时，卢克突然想到，自己正在调查的溺死女士身上也有相同的珍珠戒指。叮嘱朱莉注意安全后，卢克赶紧回到现实，拿着戒指照片找到了女士母亲，而对方只看了一眼就说不可能是女儿的，因为女儿平时手上只戴结婚戒指。毫无疑问，2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。凶手杀害女性后故意制造意外死亡假象，可现在仅有的2枚戒指上都没有指纹。卢克觉得凶手是惯犯，那就不可能只作案2次，于是他让人把近20年的女性死亡案调出，终于发现有个叫卡尔的受害者手上也有同款珍珠戒指，案发时间在5年前，上面可能还会残留一些 DNA 或者指纹。几人当即就要去拿那枚戒指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直接拒绝了他坚持说对方是自杀，还留了遗书。况且卢克的申请证据不足，但现在申请完整的材料至少要半个月，那时朱莉早就死了。卢克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需要朱莉的帮助。他要朱莉去找当时的检察官，对方当时正在调查一起入室抢劫案，但是却完全搞砸了。直到10年后，警方才抓到凶手。他会把关键的破案信息告诉朱莉，只要朱莉帮他破了案，那么卢克这边的检察官念及就寝，可能就会直接帮他。尽管这样做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，但现在别无他法。朱莉于是拿着卢克给的信息，找到了当时的检察官，然后说出了重要线索。而这时卢克这边也收到了检察官的电话，他直接同意了卢克昨天的要求，因为他忽然想起朱莉曾经帮助过他。几人顺利拿到戒指，果真发现上面有个指纹，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他们在资料库里却没有查到这个指纹。这时同事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，死者卡尔的男朋友丹尼有家暴和性侵记录，更重要的是，对方家里是开珠宝店的。卢克立刻和好兄弟前往调查，他们见到了丹尼母亲。好兄弟上前套近乎想拿到丹尼电话，可卢克因为想迫切的救朱莉，直接就亮出警官正所要电话，没想到反倒让丹尼母亲警惕拉满，不但拒绝给电话，而且要2人立刻离开。卢克恼了，直接就想抢丹尼母亲的手机，眼看就要爆发冲突。好兄弟眼疾手快将卢克带走，然后向局长申请搜查令。卢克见状，只好再次进入虚拟空间，将此事告诉了朱莉。现在他需要得到丹尼指纹，才能与戒指上的指纹做对比，而丹尼极有可能就是那个连环凶手。朱莉询问卢克，在他自己的时代里，卡尔和丹尼是否已经在一起了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朱莉有了主意，她要告诉卡尔丹尼的真面目。只要卡尔去警局报警，那么警察局里就有了对方的案底，未来的卢克也能拿到对方的指纹。卢克担心朱莉的安危，但朱莉却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。约定好晚上11点见面，2人离开了虚拟空间。随后，朱莉在他的时代找到了卡尔，可没想到对方是个恋爱脑，即使丹尼经常对他家暴，甚至可能是变态杀手，卡尔也不会离开对方。见此情况，朱莉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，然后找到了丹尼，说他只会打女人，现实是个失败者。丹尼瞬间被愤怒冲昏头脑，直接就将朱莉打倒在地。虽然付出了代价，但是他成功了。卢克时代的警局里有了丹尼指纹，但指纹和凶手的指纹并不匹配，丹尼并不是凶手。卢克失望的回到家，可他突然发现了不对劲，他现在的妻子帕瓦纳和儿子都不见了，家里也乱作一团，像是根本没人住过。卢克赶紧上楼，推开所有的房间后，终于在最后一间屋子见到了他和朱莉的女儿。但明明在医院上班的朱莉，现在不仅没有工作，还染上了不良嗜好。卢克瞬间明白，朱莉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，改变了自己这边的未来。